离开山西古镇之后，我驾车一路直奔丽江，这已经是我第4次来丽江了。丽江是全国有名的，乃至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泸沽湖、宝山石头城等等这些景点都值得一去。丽江城区的海拔大概有2400米左右，夏天来丽江避暑再适合不过了。当然，这次除了来避暑以外，最重要的是来看望一下我的好朋友大宇哥，因为难得来一次云南。来帮我拿2个包，哎呀，手好酸了，哎呀，挺重的啊。哎呀，2年又2年啊，又2年，对，时间过得太快。对，丽江的天气好凉哈。对呀，但是内心的还是非常温暖的啊。见到大宇哥，大宇哥是我第1次来丽江的时候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一个人背着背包穷游的状态。在丽江古城住了几天之后，还去了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然后再返回到丽江古城。正当我准备要离开丽江的时候，大宇哥给我发来了私信，说我可以去他的客栈住宿，还可以顺便在束河古镇玩几天。我没有去过束河古镇，所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时大宇哥还担心我的视频不够发，还开着车带我几乎游遍了丽江附近的小众景点，所以丽江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这也是我在丽江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看看我18年在丽江的视频。我很熟呢啊！对啊，看到我很高兴了。你看，我和大宇哥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在丽江的日子里，也通过大宇哥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一个人出门在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待人和善，运气总不会太差。感恩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今天俊谷是来到丽江坝子的最北端，坝子指的就是周边都是山，中间一块很平的地方。丽江3个古镇大研、束河、白沙就是坐落在这个坝子上。丽江的这3大古镇，相信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特别是大研古镇，虽然也保持了古镇原来的格局，建筑也是传统的，但是由于古镇里面已经是高度商业化了，所以它会把原有的那些文化特色给弱化掉，甚至给覆盖掉。最后给到游客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所谓的古镇就是一群外地人租了本地人的老房子，开着各种各样店铺的一条商业街。当然，一个原本原生态的古镇，经过推广，有了名气之后，必然会经历这样的阶段。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这样的古镇有一些审美疲劳了，那就可以来这个地方看看。丽江坝子的最北端，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玉湖村也叫乌鲁肯，这是纳西语，意思就是雪山下的村子。丽江的主要原住居民是纳西族，3坊1照壁就是纳西族民居最基本的建筑形式，而且大多都是木质房子。而这个玉湖村就不一样了，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盖的，整座村子看起来就是一座很原生态的石头城。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石头是很不规则的，这里的村民把这种石头叫做猴脑袋，也是当地的一种天然矿石。它不像一般的石头房子，用的石材都是相对方正的，用这种不规则的石头修筑房子，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这个深藏在玉龙雪山脚下的千年古村落，可以说是丽江的私密美景。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最原生态的丽江。走在村子里，安静孤僻，远离城市繁杂。这里的村民安闲从容，白日打马上雪山，夜来摘星观星台，
不禁让人感叹，这里一定是丽江最初的样子，也是最原本的纳西文化。在众多的石头房子当中呢，有一座是非常特别，就是洛克故居。从这条巷子走进去呢，就是了。门票多少钱呢？门票多少钱呢？门票25。好的。这是洛克故居的结构示意图，3坊1照壁，1坊、2坊、3坊，照壁，水池。这座3坊1照壁原本为村民李文彪的房子，现如今已经成为洛克故居陈列馆了。这座房子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1922年，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泰缅边境进入中国云南。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家等身份，在此旅居27年。期间，他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种子，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民俗风情照片。同时，他还迷上了纳西东巴文化，收集并翻译了大量东巴经书，著述有《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英语百科全书》等著作，并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探险文章。在西方有纳西学之父的称誉。最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是他在云南丽江一带的考察笔记。这些笔记经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整理并刊发后，激发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灵感，并借此创作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从而最终给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香格里拉的神话。虽然在希尔顿的小说中，香格里拉只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却被西方人当作了真实存在的伊甸园。希尔顿并没有抵达当年洛克曾深入探索的中国西南边陲，但香格里拉暗含了藏文化中关于香巴拉的传说。香巴拉即人间乐土，为香格里拉的别音。这些传说为西方人探寻现实中的桃花源提供了线索。半个多世纪后，许多西方人奔赴东方，沿着洛克当年的足迹，寻找现实中的香格里拉，由此形成了无数条洛克之路。1997年9月，经过研讨后，云南省宣布，香格里拉就在云南省的迪庆。4年后，迪庆州的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14年改名为香格里拉市。以此为契机，迪庆州成为了云南旅游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香格里拉也成为昆明经大理和丽江到香格里拉这条云南热门旅游路线上最耀眼的明珠。洛克离开丽江后，一直希望能重新回到丽江。1962年，当他病倒在夏威夷时，还多次说，与其躺在这冰冷的病床上，我是多么想死在玉龙雪山的白雪和鲜花丛中。这第一个展厅里面呢，所有的照片呢都是洛克拍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溜索桥了。洛克还去过宝山石头城啊。这是金沙江上的子里铁索桥，这是丽江石鼓的万里长江第一湾。楼上是洛克住了20多年的起居室，里面摆放着的均为洛克当年的遗物，其中毛料大衣、猎枪、牙医器具、木匠工具、牛皮箱等，均为当年洛克从西方社会带来的物品。洛克是把丽江民族文化最早全面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外国学者。这张就是当年洛克使用的桌子了，这边呢是一张很小的床。最后一个展厅全部都是植物标本，这一面全部都是植物的种子，是被固定在树脂里面。云南红豆杉，云南红景天，这里还有很多蝴蝶的标本呢。
在纳西三坊一照壁民居中，正北方为正房，又称为母房，是全家人起居生活、议事的重要场所。屋内设有火堂、神龛、大小床，主宾男女座次分明。火堂外侧中柱称为某都，意为擎天柱。火堂、擎天柱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纳西族许多人生礼仪都要在这里举行。母房也是纳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在就来到玉湖村的主要景点之一——玉柱青天。你看这边的路啊，刚刚铺设好，下了雨，在冒烟呢。哦，里面没有寺庙是吧？里面有一个太子洞，太子洞的话是纳西族的大佛寺。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景点呢大概半个小时可以逛完，非常幽静的小道。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啊还是晴天，但是到了这个景区呢就变成了下雨天了，东边下雨西边晒，这也是云南18怪之一。这就是玉湖村的其中一个湖，旁边呢还有一棵古柏树，相信最少啊都已经有几百年的树林了。玉湖村最早的居民是为纳西王护工养鹿的人。玉湖据说是明代以前由穆氏家族挖的一个人工湖，湖畔建有避暑夏宫、玉龙书院、养鹿场等。如果说今天天晴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上面的玉龙雪山的，而且呢还可以看到玉龙倒影。今天下雨天，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游客，就像是这个景点呢被我包场了一样。还好我穿的这件衣服啊是防水的，不然的话呢就全身都湿透了。这里还有2个院子，东巴院。你看这里呢就是属于纳西语的文字，叫做东巴文。有没有认识的小伙伴？这里面一边是木质的房子，另外一边呢就是石头的。这围墙的边上啊是有一些木板，上面呢是画着一些纳西族的一些图案。下雨天也要继续往前面走。来到这边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了，看到一个类似像祭台一样的地方，后面呢还有一棵古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也不知道玉柱擎天的摩崖石刻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有可能是在这上面。下雨天走在这样的石阶小道上啊，特别滑。上面好像是有一户人家哎，一路上啊都是这种小飞虫，但不是蚊子。这个角度看玉湖是不是特别漂亮呢？刚刚看到上面有一位工作人员，上去问一下。古朴的石阶小道，全部都是树叶。哇，这个雨越下越大了，在这里先避避雨。大哥你好，请问玉柱擎天的摩崖石刻是不是这里？哦，谢谢啊。好，先在这里避避雨。雪松庵，你看他们的对联啊，都是用东巴象形文字写的，可惜啊，我就是看不懂。避了一会雨，但是呢，这个雨啊，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虽然说下雨天逛景点呢，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呢，对于我拿着相机拍视频呢，就不是很好操作。玉柱擎天的碑记。总共是有3块，你看这边呢是有一个入口，这边也是，往这边走，这里还有一个太子殿，有求必应。玉柱擎天的摩崖石刻啊，就是往这边走，把门打开，没有上锁的。关回去。哇，
刚刚问了景区的管理人员呢，说过了这道铁门之后，大概还需要走200米，但是看样子啊，全部都是阶梯啊。上面这个位置啊，就是玉柱青天的摩崖石刻了。站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玉湖村的全景。下面已经是雨雾朦胧了。这里就是玉柱青天摩崖石刻，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小很多。玉柱擎天，这是清朝雍正年间丽江第一任流官知府杨帆的题书。这幅石刻不但写尽了丽江雪山之壮丽，也是难得的一处与改土归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古迹。什么叫做丽江坝子？看一下这边，中间一块非常大的平地，周边都是高山。为什么叫做玉柱青天呢？我想大概可以这么去理解哦。玉龙雪山就相当于是玉柱，因为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直插蓝天，所以叫做玉柱青天。现在沿着原路往下面走，下雨天空气是清新，但是道路也是很湿滑。现在已经来到了村子的另外一边了，这个方向就是龙女湖，好多人在这里骑马。其实是可以骑马过来的，我是走路过来，这个路程还是相对有点远大概有2公里左右。雨雾朦胧的，真是人间仙境最近丽江都在下雨，今天的雾特别大。看一下这边，拍婚纱照的特别多。这个方向呢就是玉龙雪山了，但是今天雾太大，什么都看不到。这边就是龙女湖了，玉龙雪山脚下的湖泊。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人在钓鱼。雨开始大了，现在往回走。从玉湖村可以徒步上玉龙雪山，到达90年代专业登山队留下的1号、2号、3号营地。登山可途经马黄坝、虫草坝、雪海、大峡谷等景观，都非常壮观。不过需要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户外经验，最好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徒步。玉湖村这个地方足够让你玩1天。村子附近还有东巴圣地玉水寨、东巴谷、白沙壁画。总之，玉湖村这个地方适合闲静地走一走，不急、不追、不赶。我们的旅行应当是有别于平时索然无味的平淡生活，去看不一样的风景，放慢有别于平时的脚步，让自己的身心真正能够放松下来，用心去感悟别处的生活、历史和文化，在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中收获愉悦，结识朋友，走过一个地方，留下走过的意义。